无意先前，复令诸神。由郭敬明担任编剧和导演，赵又廷、邓伦主演的东方奇幻大片《晴雅集》于2020年12月25日在中国内地院线上映，首映日累计票房1.3亿人民币，上座率、场均人次第一，连续6日综合票房和总人次第一。这部电影于2021年2月5日登陆网飞 Netflix 平台，与全球19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观众见面。《晴雅集》改编自日本魔幻小说大师梦枕墨的代表作《阴阳师》。在日本家喻户晓的梦枕墨被誉为日本魔幻小说超级霸主，以民间传说为基础，融入哲学思考和对人性的探讨，使得《阴阳师》在面世后的30多年中一直广受读者喜爱，被改编成漫画、电影、电视剧、歌舞伎表演、手机游戏，并被誉为当代亚洲最受欢迎的 IP 之一。当听到这个 IP 找到我的时候，还是蛮兴奋的。一方面很期待，但一方面也会觉得有压力。此次梦枕墨先生以编剧顾问的身份参与了《晴雅集》剧本的创作，为电影内容把关。でもそれをね、すごく長い物語に作り変えて、それは非常に優れたものになったと思います。とても才能のある監督だと思います。天马行空，瑰丽绚烂，带着你想守护之人去看《晴雅集》，度过这个充满波折的一年。除了有原著作者的支持，《晴雅集》还有亚洲顶级制作团队助阵，力求呈现最高水准的视觉和声音效果。因执导《妖猫传》而获得亚洲电影大奖最佳美术奖的图南先生，这次担任《晴雅集》的艺术总监。学习中国古典建筑出身的图南先生，把《晴雅集》的虚拟历史背景设置在华夏第2帝国时期，在场景上的设计更加落地化，让人相信这是一个真实存在的生活环境。曾担任 Vogue 中文版的创意总监，并有多年丰富影视造型设计经验的黄薇女士出任了本片的造型指导。魔鬼就在细节中。为了取得逼真的效果，演员们使用的发套全部由真头发制成，而此片角色的头发长度比平均古装戏长出约半米。那一阵子几乎把可以找到最长的头发都买完了。每个人物的服装都是手工绣制，不同面料对应不同角色，使用不同的绣制技法。除了珠绣、苏绣、盘绣，服装组还为本片设计了片甲刺绣的手法。道具组更是为博雅专门设计了一把纯榫卯结构的弓。在动画和影视配乐界最负盛名，以《宫壳机动队》配乐而为大众熟知的日本作曲家川井宪次先生为本片配乐谱曲。それであとはその陰陽師っていうのはもともとその中国から日本に来て。日本で映画化されたりなんかして、それでまた中国に戻ってきた。なんかそういうところにも深い縁を感じますね。曾获得过美国音效剪辑工会颁发的最佳外语片音效剪辑奖，被誉为中国第一录音师的陶晶担任本片的声音指导。这次跟那个小郭导演合作的那个《晴雅集》，我都非常喜欢，而且我们俩高度一致的是对人物的那种真实感、那视听语言，都有高度的一致。凭借《玉子》入围奥斯卡视觉效果奖的韩国顶尖的特效公司 Fourth Creative Party， 为观众带来不同凡响的视觉盛宴。阴阳师这次的挑战是在于演员都是要自己亲自上阵。当然，我们提供的动作呢，我们自认为演员还原起来会比较有难度。曾经为多部好莱坞动作大片设计特技和武打的知名华裔动作指导孙诺，担任《晴雅集》的武术指导，还是挺艰难的。
像埋沙子这种戏，对于我们来说已经是家常便饭。导演他不愿意用替身，有的时候我们会要求导演给我们真实的东西。我觉得那时候我激励自己的就是，如果你想在你第一部的电影中呈现一个好的效果，也没有捷径可走，就是每天的练，控制饮食。你对秦明的情感，你要更接近于一种就是喊哥哥的那种感觉。人的情绪在那一瞬间很复杂。其实每天演完，我的人是虚脱的状态的，那种百感交集，那种欲言又止的，就是每一天我都得把我自己全部掏空。你都走了，我还能留下什么？就雪地里面都是我们最先拍的，但是雪地里面都是情感最重的戏。拍清明跟他师父中行诀别，然后清明要非常的痛苦，上来就要演一个生离死别，确实还蛮难带入的。出来了，导演，对不起。到最后哭完了，我喊咔，他都还在那个状态里面，大概缓了5分钟、10分钟才缓过来。但我最难配合的一点就是不眨眼的时候，我就特别愧疚，因为导致就耽误大家的时间，要一条一条来，不能眨眼啊！高格的镜头下脸就特别丑嘛，我也懂。阴阳师电影从筹划到拍摄制作完成，耗时4年时间。第二部《龙夜曲》预计2021年面世。第二部的伯牙是你们这辈子都想象不到的伯牙，我演了清明。作者孟枕墨，原名米山丰夫，墨在日本神话中是一种吞噬噩梦的魔兽。広間さんに関しては最高に素敵でしたね。後ろにね、刀を持ってて、これをね。ここが僕はね、広間さんの一番かっこいいところだと。秦明的全名是安倍晴明，伯雅的全名是袁伯雅。安倍晴明和袁伯雅都是日本历史中真实存在的人物。